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红白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忍者神龟3代》的汉化版。今天是下半期，昨天呢攻略了前5关，今天来攻略剩下的3关。后面的3关的流程比前面5关的流程还要长啊。第6关，敌方的这个战车叫做科技大厦。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玩忍者神龟1代的时候，就卡在这儿了，没能通关。1代就是那个只能单打，但是可以随时切换4个人物的那部作品。最后一关就是这个战车。我卡的位置呢，其实已经马上到史莱德了，马上到最终 BOSS 了。最后呢，要经过一个走廊。走廊里边都是那种像宇航员一样的敌人，发射激光，打人相当的疼。所以说那里呢，我整个童年都没能过去，非常遗憾。等我再次通关的时候，已经20多岁了。这关呢，一共是2个 BOSS。著名的打不死的史莱德就是这关的大 boss。这种机器人相当讨厌啊，它发射的是光波。远程的怪呢，处理起来就是有点困难。咱们的分数来到了40万。昨天呢，有小伙伴给我科普。说是用不同的方式打死敌人啊，它得分是不一样的。但是你现在看我的生命数啊，已经8条命了，还有1条就满了。咱们呢再得到5万分，命就满了。所以说这个分数啊，不用过度的去追求它。关键呢还是掌握各种对付敌人的技巧，尤其是对付 BOSS 的。我玩这款游戏呢，自己也是有些特别的打法的，一会儿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大家可以交流。我童年啊没能够通关初代，就是因为可以交流的小伙伴太少了。我能打到史莱德之前，我认识的所有小伙伴啊都打不到那儿，所以我就没人可以学习啊。这3个货好像不用打了，我把披萨吃掉了，这样加满了血。这关呢不错，还有一个补给。又出来一种机器类的敌人，这个敌人啊需要 A 2下。我记得2代就遇到过这种怪啊，小心一点吧，因为咱们已经过了补给点了，后面呢没有加血了。又出来4个。有小伙伴昨天留言说，忍者神龟的新作要出了，也是一个2D 的轻版动作游戏，看起来不错，好像最大可以4人联机。我觉得4人联机的必要性呢不是很大吧，我现在凑2个人都凑不上，你跟我说最大4人联机，最大80人联机也没有用啊。等到那款游戏发售呢，我一定要入手啊，看一下在网上的联机平台能不能找到人一起玩。其实啊，找到人联机的话，技术就不是那么重要了，就一起玩的那种氛围才是最开心的。这里是制造大脚帮小兵的工厂啊，看起来还有半成品。
这个怪啊 ，X 轴接近它就可以了 ，Y 轴呢打不过它。我挑一个敌人得400分。感觉这关就可以把命加满。来到传送带了，这个机器人很讨厌啊，需要 A 3下。你 A 它的时候呢，有可能它就突然给你一枪。另外，如果你跳跃攻击呢，它就是一个后跳，然后发射一发子弹。所以打它不要跳啊！这里躲下层的激光。这个传送带上是有一些安全位的。因为只有下层的激光呢，你站着的时候它能打到你，你站着安全位就无所谓了。但是啊，这里是有敌方小兵的，有小兵的话，安全位的意义就不是很大了。你不可能站在那里和敌人打架呀。这款游戏我感觉加难度啊，就是在第5关最后的 BOSS 那里。上半期的结尾，咱们打的那个鳄鱼非常难。第6关的 BOSS 也不简单，坚持打法还可以。下 A 打他呢也是3下，平 A 也是3下。好，这里 BOSS 战了。这个 BOSS 呢叫做拉扎尔。拉扎尔其实非常多的情况下呢，后面的作品是和托卡一起出现的。拉扎尔是一只小狗编译的，托卡呢是乌龟、鳄龟。这个 BOSS 最大的破绽就是吐这种冰的时候，冷气。冲刺过来的时候呢，你跳起来要 Y 轴移动，但是跳的时机不能太早，太早呢会被他打到。打了我2拳了，我还用了2个 AB， 所以打他掉了4滴血。好的，那进到里边就来到了本作最著名的 BOSS， 打不死的史莱德。小的时候打不死他的小伙伴请举手啊，一般都会举手吧，我看看有没有不举的。因为小的时候有的盗版卡带非常的坑啊，打他打不死，挑了我一下。好，如果史莱德走位的话，是打他最好的机会啊。他和你保持一定的距离，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 A 他4下，然后呢上下移动一下。因为打史莱德的话呢，前2下它是正常的硬直，第3下呢是后仰，第4下是往前，咱们就第4下的时候躲一下。这里如果咱们用4龟能好一点，因为4龟的棍子我感觉更远更长。当然了，我使用的这个也很长。咱们不追求最长啊，咱们够用就行，要看自己的对手，对吧？已经大红了，来的也是很肉了。好，打倒，这样救出了埃普利尔。咱们9条命了，满了。4个把他围起来了，这顶不住啊！埃普利尔给了咱们一条信息啊，克朗的宇宙飞船出现了，史莱德逃跑了。第6关过关，第7关。第7关开场呢是坐电梯，后面呢就到了大厦的顶端啊，这个地方要 AB 啊。这些机器鼠如果放出来非常难搞，经常咬手啊，所以他们出场的时候就用1滴血把他们清掉。
这种敌人很特别啊，他会移动到你的头上，然后踩你，把你踩扁。游戏毕竟是一个漫改的作品，它采用了很多漫画的夸张的手法，人物被踩扁啊、拍扁啊，经常能够看到。然后被火焰攻击打到还会变黑。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有没有安全位啊，因为不是很难躲，所以就没有找过。好像是要上楼顶了吧？本关的 BOSS 呢 ，AB 打他就可以了，因为他 Y 轴比较弱。你如果和他走位的话，那会打很久啊。尤其咱们使用的还是大龟 ，AB 打他很好用。发挥的好呢，一个 AB 打他3下。一般情况呢也能打2下，所以说输出很高。咱们如果使用二龟的话呢，就要差一点。二龟的超杀机动性最好，穿来穿去的。铁头功吧，就是使用乌龟的头进行突刺攻击。所以说也有喜欢用二龟的。我在一些情况下呢也喜欢用二龟啊，但是不能录下来给大家看啊。第7关遇到的大角帮的小兵种类好像是最多的，各种颜色你都能看到啊。除了黄色扬沙子的那种，就是玩的好好的，他就开始扬沙子。回旋镖的小兵要注意，如果他扔出了回旋镖，你绕他的身后打的话，一定要等到他把回旋镖收了之后，你再打他。不然的话呢，你就会用脸来接他的回旋镖了。这种敌人啊，咱们跳跃用脚踢，4脚。拿着钢筋的远距离。不同的敌人呢，就是不同的打法，一定要坚持原则啊！这款游戏的血量其实不是很富裕的。你看，我已经非常小心的打这关了，我现在已经掉了3滴血左右了吧？啊，不止了。其实我感觉大角帮的小兵里边，这种拿刀的最难对付啊！他近身可以抓你，也可以砍人，远距离呢还能够使用飞脚。飞踢一下吧，他已经受伤了。这里被电了，我背板没有背好啊。其实老老实实的走下路就可以了。记忆力肯定现在是变差了啊，纯的背板已经背不下来了。虽然现在背板的难度呢要小于咱们当年玩盗版的时候。因为盗版昨天也说了，血量呢可能是现在的几倍啊，有可能通关一次3个多小时，拿什么背板啊？这个飞机好能装啊，各种颜色的，这是要给我点颜色看看是吧？黄的、红的、紫的，飞机是蓝的。好，还有天青色的，这个小兵讨厌。扔手里剑的这个呢，他是扔好几发呀，
趁他扔的时候绕他后。下 A 实在是很好用啊，但是它的攻击硬值呢要比平 A 要大一些。前面已经看见带电的那个牌子了 ，BOSS 是可以利用这个牌子的。咱们现在走上去碰呢也会掉血被电，那 BOSS 可以一拳把你打到牌子上去，双倍伤害啊！这里有一个大脚帮的标志。哎，这个货给了我一下，没踢准啊！我分数都快60万了。又是远程攻击的敌人，而且很肉啊！好像一发 AB 呢就能带走他，但是我想把血量啊留到 BOSS。哦，踢了2个。好，这里平 A 吧。小心一点啊，他打人太疼了。咱们大概有60%的血来打 BOSS， 那我就 AB 了，血量有点富裕啊！哎，自己走到电网上被电了一下，刚说完血量富裕啊，这已经不富裕了，就半血了。BOSS 来吧，歪轴 AB。这个 AB 的时候要注意啊，它的使用方式呢，其实和2代差不多。你如果想要使用的把握高一点的话，一定要先按跳，再按攻击就可以了。尤其是你剩最后一滴血的时候，这个如果出错了呢，被 BOSS 一拳就带走了。史莱德被克朗救走了。这样最后一关的舞台就是克朗的宇宙飞船。这关啊，15分钟打不完啊。第8关 ，BOSS 有3个。2个人玩这里，我感觉会好一点，互相有一个支援。哎，会滑铲的敌人。跳踢，本关呢有2个补给，有2块披萨可以吃，所以说咱们打的可以不用太小心啊。在吃到第2块披萨之后，你就可以珍惜血量了，因为最后那点血啊，需要打克朗还有超级史莱德，这个就非常难啊，这可能是整个游戏最难的地方了。克朗还好，他分身形态的时候，你就快速的带走他。敌兵是真多呀！这个流程的长度，我感觉就是对玩家的注意力的考验了。你很难呢，非常长的时间之内都集中精神，所以当你一旦犯错，你的血就会掉。哎，我又被抓了一下，我真的感觉我做的已经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啊，极致了，但是还是避免不了挨打呀。2个飞机。AB 他吧，不 AB 容易吃亏啊。远程敌人，
这个敌人是拿鞭子的，拿鞭子敌人最讨厌的地方呢，在于他总是乱跳啊。我的天，小机器啊！这个机器要 A 2下，这个东西不好打。它掉下来的时候还能够砸到人啊，还有攻击判定的。我已经尽量的少挨打了，还被喷了一次。前方不远就是第一个小 boss。最后这关的流程真的长啊！很多小伙伴可能没有见过这一关啊，包括上一关都没有见过。那就是因为呢，史莱德打不死，所以说没有见过第7关和第8关，有可能都不知道这款游戏后边还有2关啊，觉得可能史莱德就是最后一关了。然后背景上呢，艾普利尔在那绑着。打完了史莱德，救出了妹子，那可能感觉就通关了。其实不是的啊，后面还有2关，流程还不短。最后这2关加起来呢，半个小时。这还得说是正版，血量正常的。我1/3的血量已经没有了，就是我真的已经非常小心了。我打的流程大家也都看见了，有披萨吃了，这是第一个补给啊。前方呢就是第一个小 boss 战。这个 boss 呢，之前咱们见过啊，机械母老鼠，不是机械米老鼠啊，母老鼠，但是这个颜色不一样啊，是红色版，红老鼠。估计比之前的可能抗打一点，他就是吃平 A 啊！哎，开始吐了，这把我烧了，无所谓啊，无所谓，前面还有一个补给。好，这关的下半部分，这里也会出现新类型的敌人。分数快70万了。哇，这一枪扔的呀，正好啊，我用脸去接了。这个阶段的 BOSS 就是克朗了。本作的克朗呢，我感觉比2代要好打一些。他的行为模式有可以利用的地方。再往前带一带啊！好了，捡到这个补给之后，后面的每一滴血啊，你都要小心，都要谨慎。尽量不要挨打，因为这点血量啊，咱们要打很长的一段路，再加上打一个克朗，后面还有一个最终 BOSS 超级史莱德。所以说在这里我如果是扑街了挂掉的话，请大家理解一下，最后这一段难度实在是太高了。出现了新的机器，这个机器啊，蛋状的呀，而且会跳，所以你就可以管它叫做机械蛋、鸡蛋。跳的还挺欢啊，这是充满了电吧？外星科技，外星人也做这东西。
这外星人正经吗？蛋是正经蛋，外星人正不正经就不知道了。我要保护好我的血量啊！我不要挨打了。10000个小心。克朗那里的2形态，我可能会释放一些 AB， 这个血量是注定要掉的。哎，给了我一下，再被碰一下，血量就开始掉了。机器人，不要开枪啊！不要射我！啊，给了一枪，我这嘴开过光是吗？这里看起来还会再出鸡蛋啊！跳跃的鸡蛋，给了我一飞脚又，挨打3下了啊！这个我是真的服了呀！10000倍的小心也阻止不了掉血。前边应该已经没有披萨可以吃了。这种飞扑的敌人真是讨厌，又给我一拳。行了，挨打4次了啊，2滴血已经没有了。哎，拿桶套我的，我真的不带啊，不习惯，不舒服啊。钢筋的这个敌人应该是比较好对付的，他的攻击范围呢和咱们正好是互补的，一个是 Y 轴强，一个是 X 轴强，好多呀！可惜了，都打爆炸了。74万分，我已经看见这个门了，快到飞船的驾驶室了呀！这就是游戏的尾声了。前面就是克朗，打他的话呢，还是利用 BOSS 的走位啊，不和他站在同一个 X 轴上。其实我生命满了之后呢，可以挂几次的。看见这个电网了，好的 ，BOSS 出场，这里就是最终 BOSS 2连战了。和他走位 A 他，放导弹呢就 A 他，不放导弹呢就不和他站在一条线上。数着点啊，感觉他要分身呢，就开始 AB， 快速的把他带走，快速的让他进入3形态，3形态呢又恢复1形态的样子。1形态太好打了，机械手别想打到我呀，我肯定躲呀。你不扔导弹，我不往上凑啊！这个货太呆了呀，真的比2代啊好打多了。开始 AB 啊，疯狂 AB， 分身了，用 AB 来打。好，他又合体了。我的天，我的血量8滴血，
这8滴血啊，就是打最终 BOSS 超级史莱德的全部资源了。好，他闪光了，闪光就是快挂了呀。带走了。来吧，最终 BOSS。那之前呢，被普通的史莱德卡住的小伙伴应该是没有见过他呀。招式呢也比较多，近身的话有2种脚踢你，并且呢会阿修罗闪空，好鬼直呼内行啊！放电这招啊是打他的最好机会，但是他的电劈下来之后，你一定要歪轴移动。哎，刚才发射的这个波动拳是干嘛的呢？是把咱们变成小乌龟的。大家如果玩过2代的话，就知道2代有一种变异光线，是秒杀神龟的，一下子呢就把你变成小乌龟了，1条命就没了。但是本作呢，这招不是秒杀的，是掉4滴血。好吧，4滴血也很疼了，我一共才8滴血啊，半条命啊。如果你连续攻击它呢，它的硬直也一样，前2下是普通的，第3下是后仰，第4下是往前来。放电的时候是钢铁，但是也会受到伤害。这个货真的肉啊，太肉了。哎 ，A 了我一下，1滴血没了，我剩7滴血了。挨打无所谓啊，就是不要被他的变异球打到，变成小乌龟了，这个就很被动。稳住，一定要稳住啊！没有好的机会呢，就跳跃去躲，直到好机会出现，不要急。电劈下来再移动 Y 轴啊，移动的早了呢，电会跟踪你的。就是它的移动方位，劈下来的时候才能够确定啊，就是你脚所站的地方。哎，是不是闪光了？闪光了，好，不错。哎，这，我的天啊，变成小乌龟了，好疼啊！哎，这招别想再打到我了。好的，他大红了，大红了，大红了，快挂了。但是我也不敢 AB 啊。好的，带走，这样通关。哇，最后打这个史莱德太不容易了，8滴血来的，被 A 了一下，然后被变成一次小乌龟，带走了我5滴血，这个好险啊！后面如果再被光球击中1次就挂了，粉碎了克朗的飞船。然后呢，纽约城降下来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经典动作游戏《忍者神龟3代》汉化版的下半期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